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，躺着一位面黄肌瘦的老奶奶，她的女儿坐在病床边，握着老奶奶的手，轻声地安慰道：“不是什么大病，休养几天就能出院回咱家了，放心。”躺在病床上的这位老奶奶姓王，今年68岁。事实上，王奶奶已经是一位肝癌晚期的患者了。由于她68岁的高龄，再加上身体素质不够强，无法承受手术带来的风险，因此在医生的建议下，王奶奶的家人决定对王奶奶进行保守的治疗方法，尽量的延长老人家的性命，并且在这最后的时光里，让王奶奶生活得好一点，少受点罪。病房外，王奶奶的儿子低声地询问着医生：“老人家平时无病无灾，身体一向不错，为什么会突然得了这么严重的病？”经过医生的询问，原来王奶奶肝癌晚期与她爱吃水果有关。王奶奶非常喜欢吃水果，酸酸甜甜的水果能令她心情愉快。但是王奶奶非常节俭，从来不去超市买精品水果，基本上都是在水果摊买一些促销打折的水果，经常一买就是一大袋，拿回家能吃好久。这些促销的水果原本就摆放时间比较长，加上磕碰非常的容易腐烂，奶奶就把腐烂的地方挖去，剩下的水果继续吃。其实最伤肝的水果是发生霉变的水果，部分发生了霉变的水果中含有黄曲霉毒素。黄曲霉毒素是霉变食物中的黄曲霉等真菌产生的一种剧毒的物质。黄曲霉毒素具有极强的致癌性，能够导致肝癌的发生。它的性质非常的稳定，在高温下依然能够保持活性，能够耐受高温烹饪。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，即使加工后仍然具有毒性。因此，水果一旦出现霉变的话，应当丢弃，避免食用。医生接着还说，除了霉变水果最伤肝以外，这几种水果也是伤肝的水果，尽量要少吃。伤肝水果排行榜第3名椰子，热量和糖分都超标。椰子汁的热量并不高，其热量主要是集中在椰子肉中。据分析，每100克椰子肉的热量高达241大卡，脂肪含量为 12%， 糖分高达 31.3%。如果以一个椰子1000克计，那么我们吃进身体里的脂肪含量只会更多。更何况用椰子制成的椰子油，其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80% 以上，丝毫不亚于猪油。而世界卫生组织也早已发出过警示，摄入过多饱和脂肪酸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，增加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因此吃椰子时，大家最好对椰肉适可而止。第2名榴莲牛油果，有着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，没想到热量和油脂量也是之王。100克的榴莲果肉中，糖分还高达27克。很少有人知道水果里的糖分也伤肝，因为水果里的果糖不同于其他的蔗糖、葡萄糖，果糖会在肝脏里启动脂肪的合成。如果我们常吃含糖量大的水果，果糖和葡萄糖同时的摄入，长期以往留在肝脏中的脂肪就会越来越多。即便不喝酒不吃肉，可能也会形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。所以建议健康人一天食用榴莲不要超过2瓣，可食用部分不超过100克。而肥胖、脂肪肝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的患者尽量不要吃。如果确实嘴馋，每天的量要控制在1小块以内。而牛油果在近几年它是网络红人，在各大平台都在推崇这个健康水果，那它又如何伤肝呢？简单的概括2个字：油腻。牛油果的脂肪含量约为 15%， 比一般的瘦肉和鱼肉脂肪含量约 3% 至 5% 要高得多。可以想象，每吃一口都是满满的脂肪。不夸张地说，吃个个头大点的牛油果，一天的油脂摄入量就超标了。众所周知，肝怕胖，吃多了高脂的食物，脂肪会在肝脏堆积，从而形成脂肪肝，最终引起肝功能的受损。所以不想把肝喂胖，牛油果还是少吃为妙，每次吃1/4个就好了。第1名柚子，破坏肝脏解毒功能。
作为柑橘类水果的一员，柚子清香扑鼻，酸甜可口，它本身是一种好果，但如果不了解它的禁忌，会让它从天使变成魔鬼。很久之前，医生就发现柚子和西柚中的成分会影响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，从而改变药效，也会抑制人体内肝药酶的活性，影响肝脏的解毒功能。此前就有男子出现了肌肉溶解，就是因为吃了降脂药阿托伐他汀后又吃了柚子。同样的，如果患者在服用一些降压药的时候喝下湿柚汁或者是柚子汁，会引起血压的非正常的下降，甚至出现血压骤降等的严重毒副反应。而像降压药、降脂药这样的药物实在是太常见，如果不知道这个使用禁忌，特别容易中招。西柚或柚子能够影响的药物比较多，提醒大家在吃下面这些药物的时候，千万别吃柚子和西柚。部分降血压类药物如硝苯地平，部分降胆固醇他汀类的药物，例如辛伐他汀片、阿托伐他汀片、普伐他汀片，部分用于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，例如盐酸胺碘酮，部分治疗过敏抗组胺类的药物，如非索非那定，有部分抗焦虑的药物，例如丁罗环酮，部分器官移植后使用抗排异反应的药物，如环孢素。看到这，肯定会有人问，如果想吃柚子，吃完药大概需要隔多久才吃呢？建议服药前3天和服药后6个小时内，最好是避免吃柚子或者喝柚子汁。看完这份伤肝的水果名单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原来吃个水果也有这么多的讲究？2. 你身体最禁忌的食物，你真的了解吗？1. 胃不好的人小心山楂、柿子、枣。未成熟的柿子和山楂中含有大量的油酸，与胃内蛋白质结合，形成不溶于水的油酸蛋白，容易会造成胃结石。胃结石可能会引起胃溃疡、胃出血等的症状。严重的胃结石患者甚至会导致胃壁出现坏死和穿孔。鲜藻类的食物含有大量的粗纤维，不利于胃部的消化和增加胃部的负担。2. 肾不好的人忌杨桃，小心含钾高的水果。肾脏不好的患者尤其不能吃杨桃这种水果。如果在短时间内吃进大量的杨桃，血肌酐就会突然的升高，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。肾脏疾病的患者如果食用过多的杨桃，其所含的神经毒素会使部分的患者出现神志不清、四肢无力或者是手脚麻木的症状，甚至会出现昏迷。对于肾不好的人来说，也应该避免摄入含钾量较高的水果。由于肾功能的异常易造成机体钾排出的障碍，因此肾功能不全者易发生高钾血症。例如香蕉、苹果、橘子这些含钾量比较高的水果，不适合肾不好的人来吃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若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